各位道友们晚上好啊！咱们今天继续啊。道长不会不分享的啊。道长是说暂时不分享与术数、与八字，与那个大家所关注的学习这个如何，总之就是技巧那方面的东西，道长暂时不分享。但是老庄的大道还是要分享的，并且天天呢可能没有一个核心的一个主题。但是呢，也有一个核心的主题，这个核心就是老庄，就是这个大道啊。所以说道长，还是说一下啊，不是说不私信回复道友们关于你们提起的术数方面的留言的这些啊，没有头。这么说吧，如果总是分享术数的，对道长会有一个泄耗，就意思是能量的一个外放吧。但是说如果分享的是义理大道，分享的过程，道长在学习和整理这个今天音频的内容的过程，对道长就是一种能量的这个吸收。换句话说，道长是靠道来养道长的，然后又是靠道长的能量来养术的。就是道友们拼命想听术，但是呢，道长得有能量、有能力去把这个术给你，这是其一啊。第二呢，你要有能量、有能力去接受和化解，不然对你也是一个伤害。这就是为啥古时候学八字，为啥什么残了闭了，什么甚至有一些什么各方面都不好的一个原因啊。甚至古时候学之前就告诉你，这个学完之后了将如何。但是现在为啥道友们一问道长就说没事，说没事是因为那阵你小，如果道长告诉你小孩说的你不能锻炼脑，除了锻炼容易卡跟头，腿容易卡折，那你还锻炼了吗？但是说你已经正常走过那段了，你已经学会跑了，那道长就要告诉你一句了，你慢点跑啊，跑容易卡摔了，别给腿卡折了，是不是？现在到了这个时候了，道长就要告诉你，你可能不善用这种能量，就会给你或者你身边的人或者其他的造成一定的伤害。当然现在有些人说我管不了那么多，那道长就只能告诉你，如果你不善用意特别术的这种能量，就能给你自己造成一个伤害。这就是为啥古时候让你学一些比如说鲁班术，或者是这个奇门遁的呢，或者一些东西，一劲儿强调啊，第一什么不能学，第二不能学，第三不能学，第四不能学啊，都一劲儿说，哪像现在直接就给你扔出来啊，是吧？有好多老师直接开牌就给你上，告诉你什么7天学会奇门遁，哎呀，是第8天你就疯了，不是疯也是傻了。再一个就是说你讲述过多，或者大家把一头扎到术里面。也会让自己走不出来。就说你如果到最终如果用术去解析术的话，最终就是死葫芦。最终你自己都难圆其说，就说挤你给自己挤兑死了，问的人也会给这个自己问对死了。道长就说近期就是重点啊，就会在老庄这边分享，会闲聊，只要想起来就会留一段，当然道友们你有任何问题你可以提，但是道长呢可能只会基于老庄的大道去给你解析，而不是基于你们想要那个结果去给你解析啊。因为你想要用一个方式去解析那件事的时候，你就走偏了。这就如同好多道友老私信给道长留言的就是啥呢？你希望用道长用你的方式，甚至用现代科学的方式来解析你问的问题，那是对一个怎么说呢？如果你让一个研究玄学的易学的道长用你的层次所理解的现代科学的来解答你这个问题，那是对这个道长或者对这老师的侮辱。这么说吧，玄学一定是高于现代科学的。咱都不说易学和医学了啊，就说玄学确定的。道长就顺便吧，举点真正的例子啊，真实的例子。比如说这个道友问道长的，私信问过多次，评论区追过多次的，很多道友甚至把他截图又问道长这是怎么一回事的。道长怎么说？类似以后这种事儿，道长会公开通过老庄这边要答复，既不会用术给你答，也不会私信给你答。你想道长用私信怎么给你们答道友问的这些话题啊？你一个女孩，道长一个老道长，最后呢，咱们俩之间在探讨一个男人女人之间的感情问题，谁伤害的最重？然后呢，说的男人伤害了女人之后呢，什么导致女孩什么流血呀、怀孕呢，生完之后了导致什么身体变形啊、下肢撑裂呀，撑裂之后了大了多少，大的比例是多少，会不会影响以后夫妻两性的什么感觉之类的。道长这一类的你已经用这一类的现代那些专家教授写的论文来给道长提出了
一个结果就是现在男人没好东西，因为男人就是一直在伤害女性，就甚至连这个生孩子和这个女性这个每月的这个月事，说这也是男人造成的，说也是男人进行的一个伤害。你这种就说道长没法评啊，这是一。第二说道长不敢评啊，是不是？道长正在给你评呢，回头你妈一翻这个孩子的这个微信一看，我的天哪！是不是？那道长不成邪道长了吗？第二天不报警给道长抓起来吗？是不是？一个女孩跟道长在讨论这类的事儿，这是道长说，道长不怕出公开的音频说，但是私信此类的大家不要再问了。就说你问你个人的问题可以问，任何事儿，通过八字、通过卦象能体现的，道长都会给你答复。但是你不要说私信把此类的非常专业的，或者说从现代这个角度已经形成它形成严密体系的论文的，然后你让道长来对这个论文进行驳斥，或者说你已经给结果了，贼来推翻，这个就没意思嘛，是不是？你第一，你可以自己赞同，这个道长也支持，你赞同也不管。第二呢，你要反驳，你可以用啥反驳？你用这个道长给你推荐那个 AI。用 TS， 如果你不会，道长可以教你一些技巧，比如说你在这其中输入如何通过男女两性的这个性别、身体构造，男女这个躯体上或者这个什么生殖器官上的差异，来看男女之间谁是受害者，谁是受益者，那 AI 都不一定给你答，何况道长啊，道长还真好信儿，试了一下 AI 都不管。AI 说这个问题提的就已经有问题了，说这是否让咱反观一下内心，是否我们提议时候就不正常？所以说道长觉得 AI 都很公正的，那你想道长怎么可能站在一个不太公正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呢？但是既然道友提了道长还是会给答复的，但是道长给的答复不一定是你希望的那种方式，但是相信道长的答复也能对你有一些帮助，这就是道长准备后期分享云杰老庄的一个原因啊。所以说这也是道长这些年能够安安全全的全身的走过来的一个原因啊。道长从来不针对具体的当时的那个事儿，用你的所层次或者说你理解的这个方案给方案，那个没头，那就如同你在还是道长举例，如同在麻绳里面的人，那个麻绳里面那个细菌来解麻绳，你解不开的呀，解不开，但是你可以往出跳嘛，是不是啊？这是道长一直教大家的一个方式。我们学艺的目的是用另一个思维方式，另一个体系，高于迷宫那个高度来看刚才你在里面的那个问题和感觉，而不是把别人拽进来。你把一个在迷宫外面的人强行的拽到迷宫里面来，然后再告诉他你就要给我领出去，你不是说你能出去吗？那你俩可能都闷死里面了啊！人家就站在外面拿个小棍蹲那块指引呢，说你从这个出口就出来了。你说不的，我就是不出去，出不去。你下来，你告诉我怎么走。然后你就给人拽下来，拽之后你俩就都闷死里面了啊！就是这个道理。就说我们不纠结于当前这个事儿，是因为你的维度低，你只要稍微高一点维度，那个事儿就不是事儿，就是这么简单啊。所以说今天道长是闲聊，但是相信就是问道友这方面的，刚才什么男女什么两性啊，什么损伤啊，什么那个这类的相信听完道长音频，你别着急，听完之后这个分享可能你这个困惑也就没有了。但是如果道长延续你这个思路，是不是把那个专家的论文抠出来，把那个整出来，那个道长真的论不过那些专家那他们写那个有理有据的，是不是撕裂了多大？然后呢都什么恢复不了？这道友反复提起来的，导致漏尿，导致什么感受神经末梢坏死，导致这个什么人那大没有天，看的道长都受不了那一类的。所以说这是道长再次强调的，就是说道友们任何问题不要往细抠。这是老子教我们的思维方式你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你永远抓住那个万物之后那个万变化那个末端，你永远处理不了问题，就给它往回捋。万回三，这就少不少了吧？一下就到三了，找出这个问题的主要3个原因，这找出2，就是万事都有阴阳。然后再找回来1，归回原点，阴阳归回1，然后找出问题最终那个点，在点上给它处理掉，或者在点上就不让它发生，哪有现在这些事儿了？当然你说我处理不了那是别的事，那我们至少要知道，也是沿着这个顺序捋，是不是？从万到3到2到1，捋到1时候再归到0，这事儿就没了，它哪还有好与坏了？它还会对你产生一个伤害了吗？它就是这么简单所以说针对道友们提出的就是男性与女性谁是这个
婚姻中的受益者或者伤害者，谁更加这个怎么地，谁家暴了谁，谁控制了谁等等。好，这个道长，不直接回答，然后道长今天就讲故事吧。道长讲的故事是有出处的啊，出自这个《云海经》。以前讲了一半啊，讲了个开头，说这个伏羲和女娲之间关系，有说是兄妹，有说是夫妻，有说是他本身就是一个人。这个道长现在也不给评论了啊。道长今天只是说接着讲故事，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啊，就是说伏羲和女娲指的不是一个具体的人如果你把它定位到一个具体的人上，那就错了啊，或者说那个故事就没法讲了。女娲泛指就当时的可能那一类的一个女性，你可以管她就叫当时的女人吧。伏羲就指当时的几千年那一类的男性，当然你可以管她就叫男人。这里还是开始前还得说一下，就说关于伏羲和女娲谁在先谁在后，这也是一个话题，也是男人女人要争论的一个话题啊。这个问题不重要，但是呢也很重要啊。道长个人呢只是倾向于就说这个女人或者说女娲在先，这实际上还是一个零和一，先有零，先有一，先有鸡，先有蛋，等等啊，就是大家最研究那个包括人从哪里来这么高深的这个话题啊。但是道长为什么倾向于零和一？可能道长更加倾向于老子《道德经》描述这个道，也包括咱们刚才说的这个一生二生三。但是不管你怎么生，到最后夫物云云各归其根，甚至也有咱那个就是说老子说这个玄牝之门，宇宙万物之前就一片空无空虚。那么空虚空无呢？大家这个叫什么呢？应该叫零吧。当然，如果从庄子的解释说的这个开始是混沌状态，混沌砰一下子，最后变成了阴阳，变成了等等，那这个还是叫零了。所以说道长更倾向于零，但是零大家就看写的零吧，这个零自然就代表女性，或者代表一种阴性的能量，或者代表空洞的能量，这就叫玄牝之门。所以说这么说只是道长的提前的个人的一个倾向，当然还是说嘛，你要有故事其他的故事上的出处也可以说的。你说这个道长你不对，这是一个男孩就说了啊，说我觉得或者说我在那本书上看，最开始是有了男人，后来男人说的没啥意思，就给他拽出一条肋骨来，就做成了一个女人。这个道长也不反驳。或者说你说这个男人有一个男人，但是这个男人没有啥事儿干，没有意思，后来娶了个媳妇儿，就有了个女人，这个道长也不反对啊。当然道长说今天是讲故事嘛。所以说道长故事假定的前提啊，是开始有了这样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叫女娲。后来这个女人活了几千年呢，就是越来越没意思，越来越没意思，因为她总是一个人嘛，就想着有一个人陪她玩多好啊。所以说就当她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就出现了，这个人叫上帝。当然这个上帝道长这个讲故事再插几句啊，因为提前要把这些出场的背景人物要交代一下。这个上帝不是咱西方的某些这个你们的那个经中那个上帝啊，这个上帝要高于那个上帝。当然这里道长可能说话又不严谨了啊。道长说这个上帝是人类出现之前那个上上之地。就说这个在东方是有依据的啊。确实这个上帝这个词儿是出在咱们东方几千年前就有了，但是不知道为啥近几百年，近300-500年才给翻译成了你们理解那个上帝。道长说这个上帝是咱们这个上古之地，上上之地，最高那个地，就是大致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地底下统治了5个地，5个地是什么呢？分东地也就是青地，南地也就是次地，西地也就是白地，北地也就是黑地，还有中地也就是黄地。大家看到了吧？逐渐慢慢你们就对上了啊。中地也就是黄地，东南西北中，这样5个地。这个5地道长这里面就再插几句啊，它实际上就是暗指我们现在义理上八字上说这个5行之气。大家细想啊，东南西北中，木火土金水，然后那个青次白黑黄，就是这5种颜色代表了5行，代表了5地。大家看着吗？这都是咱们老祖宗几千年前的智慧啊，《云海经》里面的，它不是道长凭空杜撰的啊。就是所以说这个你看看它是有出处的啊。这5地其中一个地就出现了，因为具体怎么出现的，道长后期再说啊。总之女娲的意思有点像天球。
大致求救啥，就说我没啥意思，能不能给我个男人？就跟现在好多女孩一样，说我一个人待的太久了，实际上你才待了20多年啊，女娲都待了几千年了，孤独寂寞冷。老天就给了他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啊，起名了，咱管他叫伏羲。当然这不是，还是道长说不是一个具体的称号，就给他了。给他之后啊，这女娲很高兴，发现这个第一自己有玩伴了，跟自己长得差不多；第二，发现他身上有一些东西跟自己还不一样，挺互补的，挺好玩，就玩一起，挺高兴。但没2天给霍霍死了。因为女娲活的时间太长了啊，就说的这个能量场和各方面都很强，不然实际上也活不了那么长。当然道长说这女娲也是活了无数的啊，就说的就是无数个比较命最硬的了活了。然后这个刚给他弄出来这个男人，也就是伏羲呢，可能啊，上帝给他的时候，或者这不知道应该是青帝给他的，因为青帝主这个生嘛，如果是白帝给他的，那就是主死，那直接就给他个死人了啊。当然也可能是次第啊，次第给他，因为次第给他可能直接就是给他一个中年的男人，但是次第没准要给他可能就是中年的女人了，所以这么推来说，也许是黑帝啊，当然黑帝如果给就是，给可能就是给他一个小孩了，所以说这么分析应该是青帝，就是青帝给了他一个男人，但这个男人并不太强壮，为啥？可能是在这个桃花沐浴或者是这个没太成熟的时期。为啥没太成熟啊？就是因为这个男人刚刚在世界上出现，女人已经在世界上好几千年了，而男人却是刚刚的出现。当然道长这个在现代科学上也是有依据的啊，这个先不过度去展开，就是女人先存在的，然后男人后存在的，那么相对来说，男人的这个生存能力，包括打架能力，包括所有的方面都比不过女人。相信这句话可能咱有些女孩愿意听啊。这个还是说道长是讲故事啊，故事上写的是这么写的啊，然后就没几天就让女娲给霍霍死了，就咋霍霍死的啊？就说他就觉得好玩，就说玩来玩去玩，就把这男人给玩死了。玩死了之后了，过一段之后，他又跟这个上帝提了，跟青帝说能不能再给他揍一个，就又给他揍了一个，但是没几天又玩死了，没几天又揍了，又玩死了，就这样就玩死了很多个男人。最后吧，这个青帝就烦了，青帝想你这弄没头啊，是吧？给你搞一个你搞死，搞一个搞死，是不是？我给你弄也累挺啊。然后就给他相对弄了一个相对强壮的呀，或者说是这个与他差不多的。这个人实际上这人才叫伏羲啊，以前的大家可以就没名吧，就相对的以他能够抗衡的，这个还可以，他俩能玩一起去了，这就是咱们知道那个图啊，就是女娲和伏羲交尾图，这才是一种相对的均衡上的。实际上这个背后啊，这个老祖呢给我们留下这个故事的背后的义理上就是啥呢？阴阳之气，阴气在先，空无之气在先。但是呢，负阴而抱阳，有一个阳气产生了，但是这不是一个，是无数个阳气聚在一起，才聚成了一个相对均衡的太极图的阴气和阳气互相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它俩这个状态是不稳定的啊。这个不稳定在哪儿呢？就是动态的，大家想啊，是旋转和动态的。有时候这个阴会多一点，有时候阳会多一点，但至少不是致命的了，不会搞死的了。但是他俩战争一直没有停止，为啥没有停止啊？阴和阳之间的战争是一直存在的，亘古就存在的。如果没有这种阴阳之间矛盾的冲突，这个世界就会静止的，就是开始的阴性母性的那个零的状态，就是零。但是因为有了这样阳一的一个加入，这就是零和一共同绑在了零中。大家想那个数字，道长画一个圈啊，就是一个圈是零，但是在圈中有了零和一，这个零和一之间不停的在战斗，不停的在争，他争我大，他争我大，他争我对，他争我错，他俩就这样嘎嘎嘎嘎就干。正因为他俩之间这个干，让这个外头这个零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这个新的一个世界就产生了，世界就是这么来的啊。但是因为这个阴和阳之间，他俩这个动态的一个争斗啊，虽好的事是世界越来越大，但是不好的是啥呢？他们伤害越来越大了。在一动不动这阴气和阳气之间的斗争，就是给双方的伤害都挺大。终于有一天，这个女人，也就是这女娲嘛，又有点受不了了，她就又跟这个帝啊，又提议了。她这会儿跟帝又提议了，但是这会儿来的应该不是
清帝了，清帝只管这个生，就说我给你个男人，这屋来的应该是皇帝，就坐中间那个协调那个。然后这个女娲就又说了，说皇帝啊，这个我有点受不了这个男人了。这皇帝就说了啊，听这个清帝说，当初是你觉得没意思，让一个男人到你身边的，这个然后清帝才给你了无数个男人，你霍霍死了那么多，就这一个能跟你对付抗衡的，那你就跟他玩呗。然后这女娲哇哇哇就说了一堆，这个什么什么受伤啊，这个那个的，说动不动是包括这个他捅了他多少刀，他刺了他多少什么的，甚至是女娲也说了，他搞死了多少次男人，这个男人这个伏羲后来也搞死了多少次他，但是总之这个罪状几千年的罪状老厚了，给皇帝听的脑瓜都大。或者皇帝就说了，说我觉得你俩呢。第一是闲的，闲的是啥呢？因为就你俩嘛，你俩肯定要打仗的。第二是啥呢？你俩之间缺一个啥东西呢？缺个规矩。这女的，也就女娲，她哪懂？说从天道产生，她这个诞生从来没听说过规矩。这个皇帝说的，以前没产生吧，是因为你自己不需要规矩，但是现在两个人就要有一个规矩。说的你只有个规矩，你俩才能更好的往前走。然后女娲也不理解，这个皇帝也就别管他理不理解了，说这样吧，说我给你一个说是一个东西吧，但也是两个东西，大家看很好玩啊。就说这个天道给人的时候，也跟给你造人的时候一样，就说他不是给你一个东西，他给你的东西既是一个也是两个，这就是负阴而抱阳，也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然后他就给了女娲一个器具吧，第一个叫规矩，但是这个规矩吧，既是合的又是分的。就是女人要拿规，男人要拿矩，但是呢，他俩拆分的时候底下有一个线儿牵的，这个线儿吧，你在图上大家看到你是看不到的，所以说是无形的，但是呢，它又是有形的。道长就说一下吧，这个规矩到底有啥用啊？就说以前他们不是互相伤害嘛，就女娲和伏羲互相伤害嘛，恩爱时候咱不说了，也有，但是呢，恩爱时候女娲没来告状，就说是伤害了，说是比如说女娲描述的，说哪天刚睡着，伏羲咔给了他一刀，就给他刺死了，然后伏羲也投诉说，那还有一次我也刚睡着，他也给了我一下，也给我整死了，我这已经是第6800次的轮回才对付着跟他过的。然后这个皇帝就乐了，说你俩有了这个规矩就死不了了。当时他俩也没明白啊，就拿着了，一人拿着规矩，一人拿着矩。后来发现坏事了，如同那个孙悟空的紧箍咒，如同那个哪吒这个那叫什么圈一样，咔就勒上了。勒上了之后就发现他俩逐渐，他刚开始没当回事啊，但是说得等到有一次这女娲又生气了。因为伏羲不知道哪句话又惹他了，大半夜女娲就起来了，我还搞死你，就把这龟拿起来了，对着伏羲的心脏就刺进去了。但是就在他把这个东西刺进去的同时，发现这个伏羲手中那个锯也举起来了。伏羲还在睡的时候，这个锯就同时扎进了女娲的心脏，所以说他俩就同时就欧了，都死了。死了之后，因为他死不了的啊，因为他为啥要死不了？这个道长后期的分享啊，因为他死了，上方这几个弟没啥意思，就还得给他整过来，还得让他活过来，就让他又活过来了。活过来这个他俩才明白啊，原来这是一个互相制约的东西，就是什么呢？当有了规矩以后，如果我不按照规矩行事，我用我伤害对方的方式伤害对方，那么对方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也会用同种的力量来反馈到你的身上。这是当时上帝，这几个帝给这个女娲和伏羲的第一个规则，就叫规矩，就是啥呢？如果你用一个方式伤害了另一半，那么另一半也会用同样的方式来伤害你。并且可能还要加重，并且这个东西是不知不觉在产生的，就是你怎么做他就怎么做，而不是说他靠主观的意思说我要怎么伤害你啊。而这个大家去细细品啊，在现代是不是这样？从有了第一个这个规矩啊，也就是这个伏羲女娲交尾图上面那两个东西，这个是皇帝给他们的，他们也就好好照人了。当然道长说这个皇帝不是大家这个知道后来这个皇帝啊，就是在童话故事之中要反复听，就是说在这个天地底下那5个人有5个帝，和我们知道的你们知道这个皇帝或者这个皇帝啊，他不是一个人，一定要分开听啊，别整混了。不是道长串台了，是道友们别串台。
当有了规矩啊，他俩消停了。但是消停之后吧，有一个就更明显了，就是没意思了。就是以前打打杀杀的，你杀我杀你的，反正也无数个轮回玩下来了，就觉得有意思。现在完了，我也不敢伤你，你也不敢伤你，没意思了。那天女娲又抗议了，又跟上面抗了。上边这几个地，这是哪个地啊？这个应该是黑地。黑地就说了这样吧，说的这个，据我知道啊，这个五行中有一种力量是能生养人的。实际上这个黑地说的就是啥呢？就是子水的这种力量。他就交给女娲了。他说这样吧，你和伏羲反正也没事干，没事你俩造人吧。然后说咋造呢？说你这个女娲负责捏，就是捏这个泥人，然后伏羲呢负责啥呢？赋予这个泥人灵魂，赋予泥人力量，教会泥人来学会生存。这里多插两句，插两句说为什么是这么分工，或者说他们是为什么自己选的。各自这个不同的这个工作是不同啊。这里说点背景啊。因为女娲在先，伏羲在后；因为女娲大，伏羲小；因为女娲少，伏羲多。这几个道长都解释一下啊。伏羲有点像是女娲的跟班因为这个女娲的体型巨大啊，这个在这个。在咱们所知道的这段几千年历史之前的这个史书上，比如说《山海经》或者其他，甚至再早的上面，最早的记录的都是女娲体型比较大，并且女娲在先，并且他们之间这个体型相差不是一点两点啊，然后有点类似这个，蚁王封王以后和普通蚂蚁蜜蜂这个区别，就是几倍、几十倍，至少啊几十倍还是有的。所以说这个它这个比例啊，看起来确实是很哈。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女娲少，伏羲多。大家可能这块也不太理解啊，说为什么少？这个少你用现代理解有点类似这个精子和卵子这个比例。那这个比例就差多了啊。可能这一个卵子要配合的据说是几十亿个精子才能够争出来这么一个。而伏羲大致也是那个道理啊，就是在无数个比他小的这个男人中，或者说呢这另一个不一样的这种选出来的，费铁纳定才存活留下了这个一个啊，就是除了当时的他们这种形体上的这个巨大差异，也有些其他的一个原因啊。什么原因啊？就说这个伏羲比较怕女娲，为什么怕啊？你想本身这个伏羲小，比女娲还弱，再一个你想啊，一个动不动流血7天而不死的动物，这个伏羲肯定是害怕的。所以说他俩也做过这个实验呢，就互相仇恨的时候，伏羲曾经连着3晚上扎这个女娲，1天扎1刀，丝毫事没有，流了7天血。而有一天这个女娲扎了伏羲1刀，伏羲就挂了。所以说这么看这个生命力值，简直不是一个级别。这是其中一点啊。所以说从体力上来说，男人跟女人比不了，那人是以女人为主导。那么自然这个在分工时候或者他自己选的时候，就会把这个力气活，比如说和泥呀，这个捏泥人啊这类的比较重的活，就扔给女娲了。大家看吧。所以说这好像正好跟咱们现在的认知是相反的啊。当然还有一个角度上呢，伏羲比女娲聪明。为啥伏羲比女娲聪明啊？就是因为他比他小，他是弱势，他就只能动脑瓜。我打不过你，那我还不能想招吗？所以说伏羲确实是比女娲聪明的。所以说从这个大家看到今天上面这个交位图之前，他俩平起平坐之前，以前的图都是大的，就是女娲是特别大的，而男人只不过是他的一个附庸。而从那阵时候才重新画成平等的，就是因为伏羲重新画了这个图。所以说基于这些这个它的体征特点呢和一些其他的原因呢，无论是这上面给他分工还是他自己选，那自然就是选这个女娲干累活，和泥拖泥巴捏小人儿，这个很累人的，必须需要体格好的。那伏羲就是做一些那个比如说注入这个阴阳五行之气的，给这小人注入灵魂的，就是这个。如果大家还不明白，这个女娲有点像啥？像是生产电脑的，然后那个伏羲像是这个安装这个操作系统的，女娲像是生产这个智能机器人或者智能手机的，伏羲就是给他们里头安那个软件的。当然，如果往深了说，女娲
有点类似现在咱们造这种高性能服务器，造这种智能 AI 机器人的。而伏羲就是啥呢？把这个机器人让它活起来，把这个软件，把这个操作系统，把这个 DS，把一些这个可升级换代，甚至可自主思考的这个系统给它装进去研发出来。所以说从古到今啊，男人和女人的这个分工就是不同的，而这个分工不同就决定了他这个很多方面的一个差异。但是严格来说，那几千年啊，或者至少道长知道的几千年，可能往前还有无数个几千年这样以几千年为周期的无数个轮回。而最早期的这个都是女娲所主导的啊。这面在后来随着这个他们进程也随着他俩的成长，随着这女人成长，道长再去展开，先不过多去说啊。总之这俩是现在是大致这样一个分工，就啥呢？脏活累活女人干，然后呢涉及到这个技术活，涉及到这个用脑袋的活，就是男人干，就是伏羲干。所以说当他俩有这种合作配合之后，这泥人就活了啊。这个小泥人跟他俩差不多，这股这女娲就觉得好玩了，女娲就挺乐呵，所以说没事伏羲和女娲就往地下一趴，因为他们这个相差太巨大了，你这个泥人跟他基本上泥人是看不到的，就看不到他俩的，他俩你可以像咱们理解就是天上，往下看，这一小串感觉叽嘎嘎叽嘎骨头玩挺好玩。所以说大部分的活啊，女娲的活是一次性完成的，就什么意思呢？比方说10天半个月，或者说的1年，女娲和这么一次泥，弄一些泥人，往就整这么一批吧，整这么一批。而这个伏羲的工作就不是了，伏羲的工作是不停的在干，就说的你可这批注入系统了，但是你还得看是不是哪个没装好，是不是哪个升级，哪个有问题等等啊。并且伏羲要不停的在这个调整他们之间的一个差异性。为啥要差异性啊？这是女娲提出来的，因为都一样的小泥人就不好玩了，就会都觉得傻的乎的。所以说他就提个建议，他说伏羲你能不能，这个不是提建议啊，他是下的命令，说告诉伏羲把这个所有人揍的不一样。这个对于伏羲来说他是挺为难的啊，就是说要给每一个人注入不同的阴阳分配和五行。这样就有不同的人产生了。这时女娲就乐了啊，她就觉得这些人之间他们是完全不同的，那这个就好玩了。所以说他们没事整天就趴在上面看这些小人在玩，因为有了这些小人供他们玩啊，他俩就不打架了。不打架之后了，一连干活和大泥的，怪累挺的。然后这俩人就一高兴啊，也累了啊，就睡了几千年来最好的一觉。可是一觉醒来，坏了啊，泥人都死光了。